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能力出众的周星星是香港飞虎队的队长，但和优秀的个人能力比起来，他的领导能力几乎等同于没有。在一场救援演习行动中，周星星凭一己之力成功营救了人质，但部下却在他的领导下全军覆没。警局朱常面见周星星，交给他一个任务。不久前，一班学生到警署参观，他们走后，朱常发现陪伴自己30多年的那把枪不见了，那是一把善良的枪。朱常担心他会落到坏学生手上。另外，对于即将退休的朱常来说，丢枪是件大事，为了避免晚节不保，他要找回枪，但不能大张旗鼓的找，于是便出此下策，委派周星星假扮学生到学校当卧底。周星星就是因为讨厌读书才来警队，让他回学校假扮学生，无异于把他推进了火坑。朱常没有理会周星星的恳求，交给他一只可以联系自己的手表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尽管周星星1万个不情愿，却还是按照领导指示来到了爱丁堡学校。入学第一天，教导主任就给周星星来了个下马威，告诉他如果不好好读书，不管他和校董有什么关系，都会把他踢出学校。这一堂是地理课，周星星感觉自己好像被关进了监狱一样，彻底失去自由。他正神游天外的时候，一个黑板擦扔了过来。周星星条件反射站起来准备拔枪，接着才反应过来现在自己的身份是个学生，于是便老老实实拿起黑板擦还给了老师。同桌黄小龟递过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黄小龟人如其名，是个胆子和乌龟一样大的人。接下来的课堂上，昏昏欲睡的周星星被丢了不知道多少次黑板擦。化学老师是个记性很差的老头，他叫周星星和黄小龟到讲台上协助自己完成实验，但这个实验最重要的就是记性要好。实验结果不用多说，周星星被砸得灰头土脸。学校他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便趁着课间准备越狱。同为卧底的达叔将周星星拦下，并和他对接头暗号。周星星觉得这学校都是疯子，推开达叔想走正门离开。学校的几个老师出面阻止。温柔漂亮的助教何敏让周星星眼前一亮，谎称自己不舒服，然后乖乖地跟着他去了医务室。周星星离开医务室回到教室的时候，班里的混混正在欺负黄小龟，和他索要赔偿费。黄小龟看见周星星眼前一亮，他来了多少可以转移一点大飞的火力。下课铃响起，学生们蜂拥而出，达叔拦下周星星，他终于想起了正确的暗号。两人接头后，达叔告诉周星星自己是来协助他的，上级领导让他先住在自己家。周星星注意到了坐在栏杆上抽烟的混混，达叔说他叫庄尼，背后还有个叫大飞的人。大飞表面上经营着一家财务公司，背地里干的是黑社会勾当，最近因为贩卖军火被警方盯上。庄尼来到大飞的公司，将那把丢失的警枪拿给了他。放学后，周星星跟着达叔回到家，他家里摆满了前搭档的牌位，看来达叔是有些课搭档体质在身上的。对学习深恶痛绝的周星星常常因为没写作业被各科老师罚站，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被学生和老师们围观。他还是比较在意何敏的看法的。周星星这几日因为罚站连教室都没进去，这样下去别说查案，进校门都困难。写作业对周星星来说好比上刀山下火海，他急得抓耳挠腮，于是便决定动用金钱的力量，在学校花钱雇作业写手。这招很奏效，作业齐全的他大摇大摆地坐进教室，对同桌黄小龟说自己再也不用担心被丢黑板擦被罚站了。话音刚落，老师走了进来，说马上进行一场历史测验，不及格的罚站。周星星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当头棒喝。看着周围同学游刃有余的答题，周星星满头大汗，他掏出大哥大拨通了达叔的号码，紧接着朱常就组织了一众人马帮周星星作弊。还没答几道题，走廊上的达叔就被叫走通厕所，周星星只能自食其力，学着同桌黄小龟的样子翻出一本书，却怎么翻也找不到答案。两人动作幅度大的老师想不看到都难。周星星被带到老师办公室，他并没有告发黄小龟。鉴于他拿着国文书做历史卷子的行为，老师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如何处罚周星星。最后教导主任拍板，在接下来的2周内，周星星每天放学留校2个小时，打扫操场2个礼拜，扣操行分5分，还要被请家长。周星星入学时填写的个人资料上，监护人内栏赫然写着达叔的名字。两人面对老师的询问，只能临时杜撰了个身世。为了尽快离开，周星星暗示达叔打自己2下，意思意思。达叔也没客气，抄起椅子就是一顿胖揍。老师们见此情形，忙不迭拦住达叔，二人这才得以顺利过关。达叔一把老骨头，打完人自己浑身难受。何敏追了出来，表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自己愿意帮周星星补习，就从明天开始。达叔千恩万谢，周星星两眼放光，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和女神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达叔离开后，周星星被庄尼的人叫到天台，众人看形势，有的选择站队庄尼，有的选择中立，到最后周星星身边只剩黄小龟一人。也许是念在周星星没有供出自己作弊的事，他主动提出帮周星星付保护费。庄尼做事威胁黄小龟，让小弟抓他过来拿他的嘴巴当烟灰缸。周星星马上飞起一脚踢掉了庄尼的烟，看到庄尼掏出小刀的时候，顺势又是几脚将他踢翻在地。嚣张惯了的庄尼这次踢到了铁板，他很快就认了怂。
围观的同学见周星星身手这么好，马上簇拥上来认大哥。何敏按照约定给周星星补习，周星星也逐渐适应了校园生活，成绩有进步不说，就连躲黑板擦的功力也水涨船高。校园生活实在有些枯燥，何敏带着同学们到户外野餐。周星星问起了何敏那个风度翩翩的警队男朋友，何敏坦言他觉得两人并不合适，自己也越来越对警察没有好感。周星星听了连忙附和，说自己也一向对警察没什么好感。回到学校，为了不让黄小龟占用自己和何敏独处的时间，周星星包揽了他的补习任务。在他的帮助下，黄小龟的成绩居然还反超了周星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仗着周星星的事打着他的名号到处收保护费，从被欺凌的对象转变成了欺凌他人的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自作主张成立了星星帮，自己是大哥，周星星是大哥大。大飞从庄尼口中得知了星星帮的存在，在他的地盘混居然也不通知他一声，于是便拦住了周星星，想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好巧不巧，何敏的警察男友来到了学校，大飞见有警察在这儿，便没再找茬，临走还不忘警告周星星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大飞说到做到，当晚就来到周星星家，企图绑走达叔，被闻声而来的周星星轻松解决，两人的警察身份也暴露在何敏面前。感觉受到欺骗的何敏负气离开，大飞并没有善罢甘休。放学后，迎面走来的庄尼小声告诉周星星，大飞准备杀了他。话音刚落，停在门口的一辆面包车里就冲出一群拿着刀的亡命徒。周星星的小弟们也很有义气，看到他被人追着砍，全都回头和混混们打作一团。何敏的男友及时出现，混混们一哄而散，周星星被带回了警局。何敏的男友早就看周星星不顺眼，想要公报私仇教训他一番，好在何敏及时出现。周星星为了制止他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用一个 kiss 堵住了他的嘴。来到学校1个多月，丢枪的案子仍没有半点头绪，志长对着周星星大发雷霆。两人回到家，达叔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其实他早就知道大飞贩卖的军火在哪，只是因为怕死一直没有上报。现在他决定陪着周星星一起抄家伙大干一场。两人来到存放军火的停车场，周星星略施小计确认了藏匿赤阳之的卡车，两人果然在车厢里发现了大量长枪以及志长丢失的那把警枪。周星星来到驾驶室准备连车带枪一起拉走，却没发现达叔还没来得及上车。等他开着卡车回到警局，大飞打来电话，这次他是真的绑架了达叔，并要挟周星星在学校的后山碰头。周星星挂断电话，不顾志长的阻拦，便开着卡车来到了后山，交换了达叔后，周星星趁着大飞的人到车厢里检查时，将一只打火机扔了进去，两人则趁乱逃离。达叔还不忘捡起装满钞票的箱子一起跑路。周星星和达叔跑到了学校，他原本以为周末学校里的学生都放了假，没想到何敏正带着学生们布置校庆的会场，两人没办法，只能冲进布置好的迷宫游戏里。紧接着大飞一行人也追到会场，并纷纷涌进了迷宫。学生们见此情形也跟了进去，想要帮助周星星。一群人在迷宫里上演了猫捉老鼠，一番周旋后，大飞一行人控制了学生们。黄小龟和庄尼趁乱逃走，和周星星回合。两人在周星星的领导下争分夺秒，互相配合，将大飞的手下悉数解决。穷途末路的大飞挟持了和敏逼周星星放下武器，关键时刻志长闪亮登场，目中无人的枪法逼得大飞无路可退。接着周星星看准时机，一记夺命剪刀脚成功制服了大飞，支长的警枪成功找回，还顺便剿灭了大飞的犯罪团伙。周星星荣升为总督察，任务完成的他就要离开学校，和学生们道别后，看到了等在校门口的何敏。这次的任务奖励实在丰厚，不仅升职加薪，还得偿所愿情人终成眷属。